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颗西瓜星攻略组，我是杜一。3.0 版本须弥的开放带来了全新的元素体系草元素，同时带来了3位草元素相关角色缇娜里、科莱和草主。本期视频率先为大家讲解灵命缇娜里的主要机制玩法。二段蓄力花举剑和4枚藏运花矢，通体倍率下，花举剑伤害比1段蓄力剑伤害低一些，但只要花举剑击中实体，就会绽放出4枚藏运花矢，所以总体倍率高于1段蓄力。藏运花矢具有强追踪效果，可以追踪各种小动物，追踪能力与宁光、夜兰等角色一致，且同样会被各种实体阻挡。花举剑造成的伤害属于重击伤害，但藏运花矢造成的伤害是否属于重击伤害，在当前版本下，我们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稍后再讲解给大家听。元素战技，朝目标投掷10种星雷，造成战技伤害，随后形成一片时运领域，持续嘲讽处于领域中的敌人。在实战中一定要注意10种星雷的投掷距离，在一定范围内若存在敌人，则会直接将10种星雷丢向敌人，若无则会丢到距离自身前方2个身位的位置。缇娜里丢出10种星雷之后，会获得通色石效果，使得2段蓄力剑所需的蓄力时间大幅减少。该效果会在12秒后或者缇娜里射出3枚花举剑后消失，具体表现形式为缇娜里身后生成的3颗通色石粒子，持续期间切换掉缇娜里，效果仍会保存。削减后的蓄力时间与夜兰的破局史相似，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做的夜兰攻略。元素战技的威力从缇娜里身上产出，随机产出3或4颗草元素威力。元素爆发，发射6枚缠藤箭，每枚缠藤箭还会产生1枚次级缠藤箭，共计12次伤害。次级缠藤箭的伤害比缠藤箭伤害更高。需要注意，元素爆发产生的缠藤箭和次级缠藤箭同样会被各种实体阻挡。缠藤箭和次级缠藤箭都属于元素爆发伤害。被动天赋1，缇娜里发射花举剑后，元素精通提升50点，持续4秒钟。缇娜里仅需要射出花举剑而无需命中，就可以获得此效果。获得该效果后，身上会出现提升符号，重复射出花举剑会重置该效果的持续时间。被动天赋2，缇娜里的每点元素精通可以使重击与元素爆发的伤害提升 0.06%， 至多提升 60%， 也就是至多计算1000点元素精通值。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花举剑属于重击，而藏运花矢不属于重击，以及缠藤箭和次级缠藤箭都属于元素爆发伤害吗？我们通过以下实验对比就能得出答案。先看元素爆发的伤害对比，在射出花举剑之后，我们可以享受到被动1的50点精通加成，进而同时可以享受到被动2 3% 的重击与噪声缠藤箭的伤害提升。可见，在全零状态下，缇娜里的爆发伤害为67加82，而享受到被动加成后的爆发伤害为68加84。经以上对比可以发现，缇娜里元素爆发的缠藤箭和次级缠藤箭的伤害都被被动天赋2提升了，但花举剑却略有不同。首先，第一点，花举剑的第1剑与第2剑的伤害竟然是一致的，也就说明当花举剑命中怪物时，要么是已经计算了加成，要么是根本没有吃到被动的加成效果，并且在阿莫斯的加持下，我们刻意拉远距离，却看到了花举剑的伤害提升了，而藏运花矢的伤害没有提升。哪怕是试用官里的缇娜里使用的武器是猎人之镜，当重击命中敌人后，重击伤害提高，也同样只提升了花举剑的伤害，而藏运花矢的伤害没有变化。这就不禁让我想到了上一个攻略里的 bug， 夜兰的元素威力产出显示问题，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所以我又到深渊里面测试了几遍。好家伙，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在深渊里面，花举剑和藏运花矢的伤害都是可以享受重击伤害加成的，可以明显看到，在深渊里，第1剑藏运花矢的伤害为73，而第2剑藏运花矢的伤害却为87，第3剑同样是87。所以在3.0 版本下，大世界里第1剑花举剑和藏运花矢与第2剑的伤害没有变化，极有可能是一个 bug。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版本公告。基于被动的加成前提条件，我们在实战中的基础操作手法就应该是开战前先随意发射1枚花举剑，后释放元素战技或元素爆发，让战技的3枚花举剑和元素爆发的伤害都能够完美享受被动加成。
接下来讲一讲缇娜里的配装配对选择。缇娜里的基础输出属性是攻击力，而精通能给缇娜里带来额外的重击与爆发伤害加成，并能提高猎人之境这把武器的整体收益。但是精通收益拉满的前提是能够稳定触发元素反应，所以接下来会以2种角度去探讨配装配对的思路。先讲不刻意触发元素反应的基础配装配对。缇娜里作为周期爆发型输出角色，在配对上是需要其他角色来弥补输出的。同样作为周期爆发输出角色的雷电将军、克勤、灵人，亦或是8重绳子、胡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端选择。辅以一位水火雷元素奶妈或者盾斧以及增伤工具人，简单的配对就完成了。例如缇娜里加克勤加叶兰加星海，随机触发超绽放反应，满屏幕的追踪弹可以为所欲为，让敌人无处遁形。圣遗物推荐选择流浪套或者噬金套。接下来针对激化反应，专门推荐雷草体系配对：一、缇娜里加科莱加北斗加九旗人，九旗人和科莱最好是4命以上，北斗对于命座无硬性需求，双草共鸣可以带来稳定高频的元素精通提升，并且2个脱手雷元素角色能为缇娜里创造稳定的慢激化输出机会。北斗提供减伤抗打断，九旗人也能通过双草共鸣提升回血和伤害能力。科莱是当前版本中为数不多的草元素角色之一，在缇娜里输出法力阶段同样可以作为替补选手出场战斗。此阵容亦可将北斗升级为雷电将军或者8重神子，而九旗人亦可升级为班尼特或者其他奶妈。缇娜里加科莱加雷神加班尼特升级后的阵容对于激化反应的覆盖率会更高，且让雷神触发超激化伤害将更上一层楼。仅针对这套阵容，缇娜里除了草套、流浪套以外，还可以选择追忆套。缇娜里本身至少可以产出9点元素能量，队伍中还有科莱和雷神帮助充能，而缇娜里战绩12秒的冷却时间刚好可以覆盖追忆的4件套效果。总体期望比草套和流浪套都要更高，但是对于操作会有一定要求，必须先由科莱释放战绩，然后立刻切到缇娜里吃下科莱的草元素威力，高难度操作，高收益回报。幻影珠帘，道光，意识永恒。还有最后一条安逸绽放流配对：缇娜里加北斗加钟离加星海。战斗过程中由缇娜里触发绽放反应生成草原核，并由北斗触发超绽放反应将草原核转化成慢生弹，随后切出星海辅助输出，或者轮流释放元素爆发，等待缇娜里的下一次元素战绩。此慢生弹将基于北斗的元素精通计算伤害，所以北斗推荐带羽才，辅以一系列提高元素精通或元素反应伤害的圣遗物套装。在这支队伍里，缇娜里和北斗都更加推荐穿噬金套，并且推荐缇娜里带攻击杀，北斗带误伤杯，弥补缇娜里的输出法力期。缇娜里的武器选择方面，优先推荐猎人之境、阿莫斯、杰泽和绝弦。不过猎人之境也可以依据实战条件选择东极白星或天空之翼做替补。其他平替武器可以选择苍翠烈弓、破魔之弓和落霞。以上武器在任意配对中都有不错的收益，但仍建议视自己的实战需求酌情选择。以上就是缇娜里的基础机制解析。晚些时候我会再为大家出一期科莱的机制玩法解析以及配装配对思路的攻略视频，赶紧点个关注，敬请期待新视频吧。